王浩，他都睡着了，怎么可能给我打个电话？喂，倩倩，你是谁？我是王浩啊，倩倩。你那边现在是几点？10点。还有时间，倩倩，我知道你现在肯定非常惊讶，但接下来的话一定要听好。现在的时间是1周后，我刚参加完你的葬礼，你会在今晚的凌晨2点去世。也就是4个小时之后，死因是……这也太离谱了！1周后的王浩给我打电话，还说我会死了，搞恶作剧都没有这么离谱的好吗？大哥，现在 AI 技术这么发达，万一你是利用了王浩的声音，用 AI 的声音跟我对话呢？再说了，现在王浩就在我身边，麻烦你下次骗人换个理由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在你身边。没错啊。太好了，你赶紧把我叫醒，这次不能让他得逞。我这边很好，不用你操心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挂了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如果你还是不相信，就去看我的手机，现在一定是在通话界面。别骗了好吗？现在手机没时间了，倩倩，这关乎到你的命，我怎么可能跟你开玩笑呢？怎么会这样？这竟然真是来自未来的电话。倩倩，你听我说，你的死因是高空坠落。警察调查后判断你是从3楼失足掉下来的，因为是头部着地，所以当场死亡。但我不相信你是失足坠落。按照你那边的时间，我现在已经睡着了。倩倩，你赶紧把我叫醒，不要让我再睡着。因为7天前的当天，我迷迷糊糊听到了你和苏文的吵架声，然后就听见你从楼上掉下来的巨响。我怀疑就是苏文杀了你。倩倩，你一定不要跟苏文出门，这一次我绝对要保护好你。苏文是我闺蜜，今天早晨我和王浩还有苏文来到了这座深深的别墅。你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栋别墅？这是我父母出国前买的。哇，富二代呀！倩倩，你什么时候教我谈一个这么有钱的男朋友啊？我平常也不经常来这儿，你要是喜欢，我们每周订1天，咱们来这儿烧烤怎么样？好呀，好呀。好啊，不过我明天还要上班，今天可不能待太晚。那咱们晚上就下山。趁现在雨不是很大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完了，暴雨导致山体滑坡，我们被困在这儿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先在这住一晚，明天一早再想办法。可苏文他为什么要杀我？因为……喂，我和苏文从大学就认识，到现在已经5年了，我们关系好的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。他为什么会杀我？9次，9
这代表的莫非是我和未来的通话次数？只有9次通话机会，所以必须在这9次机会用完之前逃离这里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对，王浩刚刚让我叫醒他。王浩，醒醒！王浩，王浩！不对劲啊！王浩患有轻度焦虑症，平时睡眠很浅，一点动静他就会醒。难道是苏文给他的那瓶水里加了什么东西？倩倩，你睡了吗？你要是没睡的话，能陪我聊会儿天吗？我有点害怕。糟了，门没锁。倩倩，我听见什么？你没睡，对不对？倩倩，你怎么了？开门！倩倩，你怎么了？开门！倩倩，你是不是还没睡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倩倩，我很担心你啊，你让我进去好不好？倩倩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开门进去了。不好，忘了门外有钥匙。如果我现在再不出声，苏文肯定会开门进来。苏文，我刚醒，上了个卫生间。我今天有点累，要不咱们明天再说？好。喂，倩倩，是倩倩吗？啊，是我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。倩倩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赶紧离开房间，王浩会杀了你。什么？我今天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人都说我疯了，可我就是想再听一听你的声音。倩倩，我现在说的话你肯定不会相信，但我必须告诉你，再过4个小时你就会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苏文现在又说我会死？难道……苏文，你先冷静一点，你告诉我你那边的具体时间。我现在所在的时间是1周后刚参加完你的葬礼。没错，这也是来自未来的电话。如果王浩说的苏文会杀我，那他为什么又打电话来提醒我？我的具体死因是什么？你从别墅的3楼掉下来，头部着地，当场死亡。警察的判定是不小心坠落，可我根本不相信，因为我在早晨上山之前偷听到王浩在打电话。苏文，我先帮你把行李拿上去。好。你先进去吧，我打个电话就过来。喂，给倩倩买一份最大额的保险，对，要立即生效的。相信我，倩倩，一定是他预谋杀死你。倩倩，那天晚上我一直想跟你说这件事儿，但你没给我机会开口。或许这一次通话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。
芊芊，你赶紧离开房间去找我，我会保护你。刚才未来的王浩给我打电话，说苏文会杀了我。现在未来的苏文又打电话来，说王浩会杀了我。难道刚才苏文过来是为了跟我说王浩买保险的事？你干什么去？倩倩，你不在这儿陪我，想干什么去？现在还不能让他起疑心。王浩，你怎么醒了？来。我刚刚失眠，想叫你陪我去走走，可怎么叫你都叫不醒。倩倩，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脑袋沉得厉害。倩倩，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脑袋胀得厉害。倩倩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倩倩，我感觉我现在状态不对劲儿，我怀疑是来别墅的时候，苏文给我的那瓶水，感觉有问题。王浩也怀疑苏文，难道真的是苏文让王浩喝下那瓶有问题的水？倩倩，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，苏文他似乎有问题，但是你们的关系实在是太好了，我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告诉你。我给你看张照片，过来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当时看到这张照片，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，我就赶紧翻了一下咱们三个之前的合照。你接着往下看。我调查过苏文的经历，你还记得他曾经跟你说过，他高中的时候被室友霸凌过吗？苏文确实说过这件事，高中时被室友集体霸凌，后来就转学了。当年听到他这些经历的时候，也很心疼他。可这些跟他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关系2015年4月6号，赛女中学303寝室意外事故，303寝室3个人全部都死了，唯有1人回归，未在宿舍幸存了下来。幸存下来那个人就是苏文。这件事为什么苏文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前段时间我想尽办法找到了他的高中同学，他告诉我那场比赛警察怀疑是有人恶意纵火。你的意思是凶手就是苏文？这件事非常邪门，我没有找到指向苏文的直接证据，不过有证据显示苏文没有被霸凌过，反而他跟他宿舍一个室友关系非常好，不过从大二开始关系大不如前，准确来说是他们班里所有人都有点害怕他。为什么？高一的时候苏文被绑架过。被绑架过？绑架之前苏文性格非常安静内向，但自从绑架之后性格大变，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据他的同学所说，给他的感觉非常奇怪，甚至连语气和饮食方式都跟之前完全不一样。你看这儿，这是我找到当时苏文被绑架的那个新闻。倩倩，你觉得当时被绑架放出来的真的是苏文本人吗？不可能，王浩，你说的这些都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
绑架苏文的是臭名昭著的变态杀人犯，多年来，数十名女孩遭受他的毒手。后来据警方调查，他是一个易容大师，因为她的丈夫出轨了，他就把小三的脸活剥了下来，然后戴在了自己脸上。从那以后，她就觉得自己年老色衰，所以她丈夫才会背叛她。她就想保持年轻，一直寻找年轻的女孩，绑架她们，利用她们年轻的身份进入到她们的生活，然后物色下一个目标。这个易容会有很明显的破绽，毕竟这个患者的脸是死肉，她必须要用特殊的化妆品来掩盖脸皮上散发出来的腐烂味道。倩倩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认识她这么多长时间，是不是从来没见过她素颜的样子？而且，你跟她是大学时候认识的，对不对？她有没有跟你提起过大学之前的其他事情？没有。那是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，她被救出来以后，就好像失忆了，连自己的父母是谁、家住在哪里，她都不知道。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，她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犯。那是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，她被救出来以后，就好像失忆了。连自己的父母是谁、家住在哪儿，他都不知道，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，他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犯，而且他给我下药，就是为了对你下手啊！倩倩，这地儿我们不能再待了。王浩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喂，倩倩，刚才电话不知道怎么断线了，你先别说话，我要告诉你一件关于王浩很重要的事情。你死后，我一直在派人调查王浩，结果我发现他其实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。双胞胎哥哥？为什么？王浩跟我相处这么多年，却从未提起过。王浩的哥哥从小性格就非常怪异，喜欢虐杀动物，并且经常对同学进行暴力行为，这是典型的超雄综合症现象。倩倩，王浩哥哥的超雄综合症非常暴力，平时都要用药物来压制。你仔细想一想，王浩是不是经常吃药？怎么了？生病了？没事儿，维生素帮助消化的。王浩是3岁男，哥哥失手把同学打死，就在警察要来接他去监狱的前一天，家里发生了一场爆炸，王浩的哥哥在爆炸里当场死亡。倩倩，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王浩对我们隐瞒这件事情？你说，当年在爆炸里死去的那个人，是不是真的王浩？双胞胎一般都长得极为相似，如果当年活下来真的是他的双胞胎哥哥，那我面前的王浩……倩倩，你没事吧？倩倩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我没事。倩倩，你的死因从高空坠落变成了心脏破裂。倩倩，你是被刀捅死的。什么？倩倩，苏文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啊？啊！你先开门让我进去，我有点担心你。再不出来，我就要进去了。我闹肚子，你等一下。你不是闹肚子吗？刚才在跟谁说话？倩倩，所以现在非常危险，我们需要武器防身。哎，你拿着呀。王浩，你曾经是不是有一个双胞胎哥哥？是苏文告诉你的吧？你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？倩倩，
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想过告诉你这件事。这件事儿，它是我心里一道伤疤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也不妨给你讲清楚。我的哥哥是一个超雄综合征，他曾经做过很多很残暴的事情，可当年爆炸那天晚上，他却把我保护在身下，救了我的命，而他自己却死在那场爆炸里。我一直很讨厌他，很害怕这个哥哥，没想到到头来他却用命救了我。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那你替我买保险的事情，为什么也不告诉我？你不该听苏文的，更不该拿刀指着我。我之前有个学弟，胖胖的，你见过他，后来他开行卖保险，我想要支持他一下。文浩和苏文这两个对我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加害于我？我会不会真的只是失足坠落，而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呢？倩倩，苏文他一定有问题，他一直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现在可以确定，他一定是那个变态杀人犯。倩倩，我出去看一下，你在这儿别动啊！啊，别动啊！王浩！倩倩，你那边的时间应该是晚上10点半，再过几秒钟，楼下会发出一声巨响。我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会独自一个人下楼，你千万不要让我下楼，一定要让我待在你身边。王浩！王浩！苏文，我看见你了，快出来吧！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。刚刚我趁你们上厕所的时候偷偷进来。哦，对了，楼下那声巨响也是我弄的，就是想故意让王浩离开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然是想创造和你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！我才不想跟你单独相处，你根本就不是苏文。什么？你听谁告诉你的？是不是王浩？没错，王浩全都告诉我了，你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犯。当时在学校的时候，你告诉我说那是你敷的面膜，其实那才是你的真面目吧？倩倩，你不要相信王浩说的话，他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我才发现，我们认识了这么久，我居然对你的过去一无所知。倩倩，我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害怕你知道我的过去之后会离开我。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我不想失去你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的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高中的时候被绑架过。绑架我的那个变态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只要对我做那些恶心的事情。他把我绑起来，穿他带过来的各式各样的衣服，就这样每天折磨我，折磨了我3天，整整3天。后来我被救出去之后，因为受了太大的刺激，
丢失了大部分的记忆。直到后来，我记忆恢复了，我告诉自己忘掉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就再也没有提起过。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宿舍着火了，我舍友全部都被烧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只看了心理医生，我不在宿舍。我回来之后，他们就说是我烧死了他们。整整3年，我都是在流言蜚语当中度过的。倩倩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我不想失去你。我不告诉你这些，是因为我害怕你会抛弃我，会离开我。当年我生病，寝室里所有人都对我避而远之，只有苏文不但没有嫌弃我，还一直照顾我到病好。这样的苏文真的会害我吗？是王浩回来了，快跟我走，他会杀了你的，快走！别怕，倩倩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我的直觉一向很准，王浩身上有一股味道，那个味道我在当初绑架我的那个变态身上闻到过，而且我调查过王浩，他身上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最重要的是，王浩他有一个超雄综合症的双胞胎哥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也调查过王浩？你是不是想说，真正的王浩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他那个超雄综合症的哥哥？没错。哎呀，既然你已经调查过他，那你就应该知道现在的王浩有多危险了呀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安全带你离开这儿的。啊！不，你和王浩，我谁都不能相信。倩倩，你赶紧走。倩倩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害你的，你快走啊！倩倩，倩倩，倩倩，我给你找了个通道，可以离开这个别墅，你赶紧走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说话像是我的声音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喂，倩倩，我不是让你跟我在一起吗？怎么你的死亡时间又提前了？什么？12点整，你就会出事身亡。倩倩，倩倩，倩倩，你快走啊！快走！倩倩，我不会害你的，你快走！倩倩，你不要听他的。倩倩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不要跟他在一起。我已经找到他不是苏文的证据了。倩倩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赶紧走啊！他就要过来了。倩倩，你到时候就彻底走不了了，你就完了，你赶紧走！倩倩，我朋友告诉过我，真的苏文找到了，但是已经成了一副骨架，死亡时间就是他被绑架的第3天。倩倩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在苏文的旁边？我用给你那把刀杀了他，他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犯。杀了他，就算正当防卫，根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倩倩，相信我，一定要活下去。倩倩，倩倩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先走？倩倩，你搞清楚，他的目标是你，不是我。我是来保护你的。不，
你和王浩，我谁都不能相信。你别过来！倩倩，为什么你们都要杀我？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倩倩，你冷静一点，别激动。是不是我死了，就不会这么麻烦？倩倩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为什么你们都要骗我？对不起，我确实是骗了你。不管怎样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那你说，你骗我什么了？我怎么才能相信你？我骗了你，我是苏文。其实，我的真实身份不是苏文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也不是王浩说的那个什么变态杀人凶手。我其实是苏文的双胞胎姐姐，我的妹妹5年前被人杀害了，至今凶手都没有找到，所以我才假扮成苏文，只是为了尽快找到杀人凶手。刚才你说王浩是双胞胎，现在又说你是双胞胎，我到底该相信你们谁？倩倩，我不会骗你了。这个手链是妈妈送给我们的，我们姐妹俩一人一个。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，我这里还有我们姐妹俩的合照。这是我们姐妹俩的合照，现在你该相信我了吧？倩倩，你相信我，你是我妹妹最在乎的人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倩倩，你现在死亡时间又变了，报纸显示你是被手链上的尖锐铁器刺死。我们3个里只有苏文戴了手链，一定就是他干的。你是不是一定要我死？好，我走。倩倩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苏文要杀了你，现在唯一能救你的只有我。你相信我，现在赶紧回别墅里去找我，我肯定会想办法带你离开这儿。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不能让苏文那个变态杀人犯伤害你。我骗了你，我是苏文。其实我的真实身份不是苏文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也不是王浩说的那个什么变态杀人凶手。我其实是苏文的双胞胎姐姐，我的妹妹5年前被人杀害了，至今凶手都没有找到，所以我才假扮成苏文，只是为了尽快找到杀人凶手。不对，你一直说让我相信你不会害我，你拿什么证明？倩倩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一起去爬山，你不小心掉下山崖，马上就要坠下去了，是我拼死把你救上来的。没时间了，倩倩，赶紧回别墅找我。现在只有在我身边才是最安全的。不对，我当时是要这样，可明明是苏文救的我。王浩说的完全对不上，我不能回去。王浩说是他在山上救了我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明明是苏文救的我。可是王浩为什么要骗我？莫非苏文说的是真的？他其实不是王浩，是当初在爆炸里死掉的哥哥。我跟王浩、苏文都是在5年前上大学认识的。按照苏文的说法，王浩家里爆炸的事情是3年前发生的。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那这3年在我身边的
直是王浩的哥哥。那现在王浩、苏文都不是真的，是苏文的姐姐和王浩的哥哥。喂，倩倩，我是5年前的你。什么？5年前的我？没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苏文死了，死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让我给未来的你说他们杀完苏文以后肯定会杀了我们，但不会立刻动手，是在5年后，也就是你的现在，所以你现在处境非常危险。我知道，苏文的双胞胎姐姐都跟我说了。什么？苏文的双胞胎姐姐？没错，苏文才告诉我的，她之前一直都没有跟我说，但是怎么可能？苏文怎么可能有双胞胎姐姐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苏文根本就不是双胞胎，也不可能有姐姐。从小一起长大，苏文跟我说她有双胞胎呀。你确定你是跟她一起长大的吗？确定，我跟苏文是同一天出生的，从小一起玩到大。从小一起玩到大。从小，我跟苏文明明是大学同学。什么大学啊？咱们根本没考上大学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倩倩。那你和王浩是什么关系？王浩是我男朋友啊。倩倩，你不记得苏文、王浩，咱们3个都是从小玩到大的。当年高考结束以后，王浩就跟我表白，我也没有上什么大学。王浩到底有没有双胞胎哥哥？咱们3个都是独生子女，哪来的什么双胞胎啊？倩倩，你咋失忆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你那边什么情况了，但是苏文肯定是不会害我们的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相信他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苏文没有双胞胎姐姐，王浩也没有双胞胎哥哥，会不会我也是假的？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？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苏文，什么时候认识的王浩？如果他们俩都是独生子女，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又是谁？为什么我只有这5年的记忆？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.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. 倩倩，冷静下来，不管到底是怎么样，所有人要杀我是真的，而且是5年前就开始布局，这5年来的记忆都是假的，你究竟该相信谁？倩倩，你在哪儿？倩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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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倩倩，你在哪儿？你快出来呀！苏文，倩倩，快出来！倩倩，你在哪儿呢？倩倩，倩倩，你在里面吗？倩倩，倩倩，倩倩，我看到你了。知道，现在你不相信我，但是这一切都是苏文搞的鬼。倩倩，其实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。上次你从山顶上摔下来之后，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受了刺激，得了很严重的精神病。你老是幻想会接到未来的电话或者过去的电话，然后过段时间你又忘了，所以我一直在陪你演戏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苏文他真的把你从楼上推下来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倩倩，你是不是想不起来5年之前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从山崖掉下来以后，你就失忆了。为了能让你重新的好好生活，决定编一个谎。其实你、我还有苏文，并不是大学时候认识的，我们3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但是我根本不敢相信，我们一起从小到大的苏文，竟然是假的。而真的苏文，在很久以前就被杀了。王浩说的和过去电话中说的是一样的，原来我真的失忆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瞒你那么久。倩倩，快把门打开，我带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倩倩，快开门，倩倩。不对，如果真的是苏文搞的鬼，那他们2个为什么一起来找我？倩倩，倩倩，你把门打开好不好？我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把门打开行不行？难道
你还是不相信我？王浩，我刚才听见苏文的声音，你跟苏文是不是在一起？苏文，我们俩是一起来的，下楼的时候没看见你，就一起过来找你了。别骗人了，王浩，我都看见了，你根本没有跟苏文在一起。苏文的声音是你手机里的录音发出来的声音。芊芊，我知道你精神病发作的时候，任何人你都不相信，所以我就提前录好了苏文的声音，然后过来找你。苏文他人呢？他已经被我打晕了。芊芊，你快跟我走吧，要是苏文醒了，你找过来可就麻烦了。哎，芊芊，你赶紧把门打开，芊芊！你要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把门打开，我们回家。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芊芊，开门啊，芊芊！太好了，芊芊，没想到我真能打通你的电话。芊芊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的时间是5年前，现在有人追杀我，我想应该活不过今晚。苏文已经死在他手里了，我死了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。芊芊，芊芊，开门啊！王浩，你走吧，不管你是谁，现在离开这儿。芊芊，你在说什么？芊芊，我是你老公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你？我真正的老公5年前就死了，不知道你是谁，不知道你为什么这5年要待在这儿，留在我身边，都是假的，你们都是假的，到底什么才是真的？芊芊，你别激动，芊芊，大哥，你现在情绪非常不稳定，你需要赶紧去医院治疗啊，芊芊。我问你，到底什么才是真的？我说好要守护你一辈子，可是你如果不愿意出来，我就在这里守着你。如果有人要伤害你，我就跟他拼命。芊芊，你别激动，芊芊，芊芊，芊芊，你一个人在里面很危险的，芊芊，你千万不要被那些电话给骗了，芊芊。芊芊，你一定要小心蝴蝶纹身的人。蝴蝶纹身的人，对，那些人身上都有蝴蝶纹身，一定要注意远离他们，他们会杀了你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不及了，他们已经过来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蝴蝶纹身的人，走吧，我们去换睡衣。哎，我没带睡衣。没事儿，我有多的，走。蝴蝶纹身，所以苏文才是那个要害我的人。我到底该不该相信王浩？开门啊，芊芊！王浩，你别再装了！你身上那股味道，跟当初杀害我妹妹凶手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芊芊是我妹妹最好的朋友，我不可能让你伤害她的。明明是你，不要再装了！苏文根本就没有姐姐，真正的苏文早就死了。给我离芊芊远点，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她的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是最后一通电话。喂，芊芊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拨通你的电话了。我听说你现在很危险。我现在很危险，让我小心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的是吧？这已经是第3个给我打电话说这些的人了。你们都说你们来自5年前，你们到底是谁？芊芊，不知道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今天晚上有人要杀你，他们在策划一场完美的犯罪，你就是他们的实验目标。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自己的记忆。我应该相信谁？你自己的直觉。芊芊，这是一场跨越5年的斗争，我相信一定能赢的。相信我的直觉。没错，你的记忆已经被篡改，现在唯一相信的只有你自己。芊芊，他们已经找到我了，我逃不掉了。以后凌晨2点是他们最后的期限，一定要躲好哪里都不要去。凌晨2点一过，计划就失败，你就安全
那我应该相信你吗？直接凭你的直觉，记住，现在唯一相信的只有你自己。倩倩，快开门啊，倩倩！5年前的我，没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苏文死了，死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让我给未来的你说他们杀完苏文以后，肯定会杀了我们，但不会立刻动手，是在5年后，也就是你的现在，所以你现在处境非常危险。太好了，倩倩，我没想到我真能打通你的电话。倩倩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时间是5年前，现在有人追杀我，我想我应该活不过今晚。苏文已经死在他手里了，我死了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。倩倩，我不知道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今天晚上有人要杀你，他们在策划一场完美的犯罪，你就是他们的实验目标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自己的记忆。没错，你的记忆已经被篡改，现在唯一相信的只有你自己。倩倩，他们已经找到我了，我逃不掉了。你好，凌晨2点是他们最后的期限，一定要躲好，哪里都不要去。凌晨2点一过，计划就失败，你就安全了。5年了，总算抓住这个变态杀手了。对啊，这次的受害者好像是倩倩。5年前那3个受害者里面，好像有一个也叫倩倩。是啊，总算能给5年前的那些受害者一个交代了。一想到5年前那个案子，我就恨不得把那个恶魔千刀万剐。对呀，这次变态杀手肯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了。没错，现在一想到那3个受害者的模样，我就想把这个恶魔恨得牙根痒痒。万幸啊，这次的受害者居然没什么事。变态杀手，5年前3个受害者，其中一个也叫倩倩，好疼。快给我镇静剂！患者大脑受到严重刺激，情绪十分不稳定。5年前，其中一名受害者也叫倩倩，难道我已经受害了？那我到底又是谁？苏文，太好了，倩倩，你醒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头好痛。对不起，倩倩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才让你被王浩那个杀人犯给害了。王浩是变态杀人犯？对，别人都说没人能从那个变态杀人犯手里活下来。不过你很幸运，很幸运的在那个变态杀人犯手里活了下来。你为什么在这儿？
我来照顾你啊，倩倩。昨天晚上我去找你的时候，碰见了王浩，他把我打晕了，然后他就朝你那个方向去了。我当时还以为你出事了，不过你能安然无恙，真是太好了。倩倩，你放心，王浩那个变态杀人犯已经被抓起来了。我妹妹的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。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苏文，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倩倩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记得昨天晚上有个人影进来，我很害怕，然后我就拿着刀挥上去，后来就晕倒了。对，就是王浩害的你，他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犯。昨天晚上你们两个双双晕倒，后来我到了之后就赶紧把王浩绑了起来，然后报了警。王浩是杀人犯。走吧，我们去换睡衣。我没带睡衣。没事儿，会有多的。走。你干什么？我记得你肩膀上有一个蝴蝶纹身，怎么现在消失了？什么蝴蝶纹身？倩倩，我怎么可能去纹身啊？你别想那么多，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。王浩那个杀人犯也很快就要被审判了。倩倩，你先好好休息，等你出院以后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不对，苏文身上的纹身我不可能看错了，而且现在就行了，恢复的不错呀。你是不知道，你现在可是人尽皆知的大英雄啊！大英雄，你替广大群众抓住了纹身杀手，他们心中那块石头可算落地了。纹身杀手？你说什么？你不会是失忆了吧？我确实很多事情不记得了。纹身杀手是个变态杀人犯，他以身上的蝴蝶纹身出名。5年前，他残忍杀害了很多无辜群众，最著名的还是他连杀3人的案子，简直惨不忍睹。你呀，还是能从他手下唯一活下来的人呢。5年前，连杀3人，那3个受害者叫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行了，你先好好休息吧，等会儿再给你检查。等一下，昨天晚上除了我，现场还有没有别人？我们到现场的时候，只有你跟变态杀人犯，你们2个都昏迷了。那变态杀人犯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女的。不对，变态杀人犯没被抓住，他刚刚还在这里。这病房除了我就没人来过呀，你是不是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记错他。好了，姑娘，
你可别乱想啊！我可是亲眼看着警察把变态杀人犯给抓走的。你不相信别人，还不相信医生吗？好了，赶紧休息吧。不可能！我刚刚眼睁睁的看着苏文站在这里跟我说话。如果他没被抓住，他们抓住的变态杀人犯又是谁呢？王浩又去了哪儿？难道现场还有别人在？苏文就是变态杀人犯，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局，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喂，你是谁？你认识那个变态杀人犯？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是不是苏文？那个变态杀人犯就是你呀！你的计划很完美，竟然到现在，所有人都还认为你是那个受害者。那个变态杀人犯是我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想起来了，全都想起来了。